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日本公布了大地震预测之后引发了全球的极大关注啊。因为现在的技术呢局限你想准确的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日本政府呢依然发布了这样的消息。针对国内外的疑问日本共同社呢就刊发了一篇日本气象厅的问答形式的这么个解释。我们下面呢就看看这个问答。另外呢，我们也介绍一篇被引用比较多的关于日本南海海槽地震的这个早期论文，从而呢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周边的这个地质构造以及这个地震情况我们先看这个问答。问什么是南海海槽地震？答：南海海槽地震是一种可能发生在日本南海海槽的破坏性地震。南海海槽是沿日本太平洋海岸的一个海洋沟，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板块在此交汇那南海海槽地震每100到150年时发生一次最后一次确认与之相关的地震呢是1944年的东南海地震和1946年的南海地震。这两次地震共同影响了从日本中部到西南部的广泛地区。日本政府统计呢，8级到9级的地震在未来30年发生的概率为70%到80%。那根据政府的一份小册子，地震在某些地区可能达到日本地震强度等级的最高级别7级，让人呢是无法站立，并且呢可以导致建筑物的开裂或者倒塌在最坏的情况下海啸的波浪高可能超过30米问潜在地震可能有多致命？答2012年对最坏的情况估计显示由于强烈的南海海槽地震及其影响，多达32万3000人可能丧生。日本呢是一个多地震多发的国家根据国家警察厅的数据，2011年到2011年3月11号那个地震一场9.0级的地震及其随后的海啸摧毁了日本东北部，导致了超过18000人死亡或者失踪。问哪些地区的风险最高？答：被预测为高风险的地区包括静冈、和歌山、高知、爱知、爱媛和大分这些县这些地区从日本中部延伸到西南部。根据地震的位置呢，海啸波可能从日本东部的这个茨城县，沿太平洋海岸一直到南部的这个冲绳岛县地区。那么高知县的黑潮町和土佐清水市可能遭受最高34米的海啸波的袭击，而静冈县的下田市可能遭受33米高的海啸。问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有多大？气象厅数据显示7.0级或者更高级别的地震发生后7天内，强烈地震发生的概率会增加。在南海海槽相关的这个地震中呢，1854年的安正东海地震发生大约32小时后呢，紧接着发生了安正南海地震。问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准备这个灾害？那在发生重大灾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每个家庭为每一个成员准备1周的食物和饮用水，每人每天就是3升水那首相官邸的网站还建议准备一些紧急疏散包，包括食物、水、雨衣、手电筒和衣物等必需物品，以及护照和存折文件。居民呢被建议这个使用当地政府网站上的这个危险地图和国土交通省的防灾门户网站来确认前往这个当地疏散中心的这个路线。这是问答部分那有一说一不管呢你对日本是持什么立场日本在防震抗灾领域它经验是全球公认的
啊，他们不仅是采取了一系列的物理措施，而且呢还在政策和教育方面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合啊，从而让它在国际上呢成为抗震防震的这个典范啊。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地震高发的国家，是吧？所以日本的经验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从这个防灾抗灾的角度来借鉴一下。那么以下呢，就是日本啊，这个在地震防灾领域啊，给全世界啊带来的一些有益的经验。第一个呢，就是建筑规范和技术啊，日本呢是有严格的建筑抗震规范的啊，确保新建筑物能够承受强烈地震。这些规范呢，还是不断的在更新，纳入这个新的研究和技术。日本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使用先进的技术，比如像基底的隔震和这个能量耗散装置。那这些技术呢，能显著的减少建筑在地震中的这个摇晃啊。第二点呢，就是教育和训练。那日本政府在全民地震教育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啊，从小学到成人，各年龄段的人都要接受地震应对的这种教育和演练，这就确保了呢，地震发生的时候人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每年的防灾日就是9月1号都会举行全国性的地震演习。第三呢是预警系统啊。日本的这个地震预警系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系统之一，能在地震波到达前几秒至几十秒发出警报。那这个系统呢，通过广播电视、手机和其他媒介呢，它传达这个紧急消息，让人们在有时间呢采取这个紧急避险措施。第四呢，就是应急响应和恢复计划。那日本呢是有一套有效的应急响应体系，确保在地震发生后能够迅速开展救援活动。另外呢，日本还制定了详细的灾后恢复和重建计划。那这些计划主要就考虑到了从基础设施修复到社区支持和心理健康各个方面。另外呢，就像这个社区参与加强自助加强研究和技术发展等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震监测技术，是吧？另外呢，就是数据分析建筑技术的创新以及这个灾害心理学的研究以及这个国际合作等等那么通过这些综合的措施日本呢就不仅提高了它自身的这个抗灾能力也为全球防灾减灾呢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要照搬这种忧患意识还是要有的，对老天爷还是要有敬畏心。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地球板块动画就是我制作的这个东亚主要板块的这个拼图我是用谷歌地球作为平台给大家做了个展示。这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黄的是菲律宾海板块，这是扬子板块，相当于就是欧亚大陆板块，就在这个南海海槽地区呢，它发生了冲撞所以就这么情况。另外呢，我还看了一篇老的论文这是研究这个应该说南海海槽引用比较多的一篇论文，作者呢叫安藤正隆马萨塔卡安多，他是一位知名的地震学家和地质学家他研究呢主要是集中在地震的正源机制和地壳的形变上。他撰写的这篇论文的时候他是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的一员，那现在呢他是名古屋大学教授应该是。那安藤正隆的研究主要是对于理解板块构造和地震活动它是有重要贡献的特别是在分析和解释这个南海海槽地区的这个地震活动方面。那他的这个工作通常涉及到地震和地壳形变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历史和现代地震数据的详细研究通过研究这些数据，那安藤正隆呢不仅增进了对日本特定地区地震行为的理解，还提高了预测这些地区未来地震的能力。所以这篇论文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历史地震的震源机制和南海海啸的构造意义就是这一篇那么发表在1975年的《构造地质学杂志》的第27卷
它主要是基于地壳形变和海啸波的数据，研究呢南海海槽沿线发生的2次近期和3次历史地震。那这些地震啊，分别是1946年的南海道地震以及1944年的东南海地震，1854年的安镇1和2地震，还有1707年的宝永地震。那这些地震啊，都被解释为板块边界处的低角度逆冲断层。海洋板块呢，在此呢向西北方向下压到了日本的西南部。那这个整个论文啊，就概述了这个南海海槽大地震的历史并且探讨了呢这些地震对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可能构成的未来的风险。这些地震的事例就显示出这个板块边界沿线包括2个地球板块相互碰撞和下压的这个复杂的动态。另外呢，这个研究呢也涵盖了从地质学和地震学角度对这个大地震进行详细分析，包括震源机制的这个地壳形变的这个影响等等它主要发现什么呢？就是震源机制方面它是因为这些地震就是这个菲律宾板块和我们看一下菲律宾板块菲律宾海板块这是菲律宾海板块和亚洲板块的边界上，通过低角度逆冲断层活动引起的。那么研究呢，假设历史地震的断层参数与近期的2次地震相似，但是位移量是有所不同。第二个呢，就是地震的分布和预测。整个断层区域它延伸了多少呢？是530公里，所以呢就分成了 A、B、C、D 4个区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分的这4个区域就这样的，看到吧？分成了这4个区域。5次地震可能分别和这些断层面相关显示出这个地震迁移周期还没有完成它预测着呢，就东海区可能还会发生重大地震。再一个就是地震的历史和周期性也做了研究。这个论文就讨论了从公元684年到1605年的古老地震，并且尝试解释这些地震发生的顺序和构造周期。另外呢，就是地质和地震学的数据证明南海海槽地区的这个逆冲断层活动已经持续了至少30万年。那么文昌最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呢，这个就是南海海槽地区的地震呢，就是这个低角度的逆冲断层引起的。所以这些断层将菲律宾板块向北，这个向西方向呢推到了亚洲大陆板块的下方。所以地质形态学数据表明这种类型的地震在南海海槽沿线反复发生很多次了。所以整个断层区域这个合理的被划分为4个部分，就前面说的自西向东的是 A、B、C、D。那么这些区域在机械上或多或少的是相互独立的，就这4块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呢它每次都会有大地震。所以几十年过去了，这篇论文的基础呢还是成立的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GPS 技术包括我们前面介绍的GPS Acoustic、GPS 声学就是声呐加 GPS 这个技术的成熟大规模的这个检测海底移位这么个系统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那么这个呢，就对于以后的地震会更有帮助也许呢，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有一天能够真正的预测地震这就是关于日本地震的一个问答，以及过去的一篇被引用比较多的论文的介绍。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祝大家平安，再会。